哎呀，陈平安，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死给你看！碑文上就写陈平安弟子之墓。你可以试试看。你叫崔东山，我叫陈平安，墓碑只会有一块，谁活下来谁帮忙写对方的名字。哎呀，我晓得先生您老人家不放心，你可以考察我一段时间啊。我修为如今的确不高，但见多识广，学问可是有这么高呢。先生慢点走，先生。我对大隋的风土人情了如指掌，此行有我没我，那必是天壤之别。要不要看看拜师礼再说？责备精怪图，这5件修士游历天下，几乎人手一册。我这一册更珍贵，天然孕育出5、6种精美。还有这面雷布斯阴镜，挡得住天下最大剑仙的剑气。笔是藏着一条吃墨鱼的紫管笔，用完之后无需清洗，小鱼儿会自行帮忙吃干抹净。墨是3锭松涛墨，以手指轻敲就会发出松涛阵阵的悦耳响声。只是今世间，一国皇帝敕封山川神明用上此纸，才显正统。压箱底的是这柄半死不活的本命飞剑，它品相极佳，锋利无比。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可用后继者养炼剑气，几乎拿来就能用。陈平安，我是诚心诚意的拜师，我可以发誓，如果我对陈平安有半点坏心，就天打5雷轰。不行。陈平安，我如此心诚，你再这样，拜师礼就要减半了啊！玉簪子不见了，看来是老头子收回去了。你们之前难道没有遇上一个穷酸老秀才？他就没有跟你讲清楚大致缘由？好，你可以不信，杨老前辈的话你总该信了吧？那边的鬼屋碾碎棋子，自有你们这种家伙能看懂的阴语暗意。看完帮我争个清白。杨老先生特别嘱咐，此人今后与你荣辱与共，生死相关，不敢对你心怀不轨。所以于路、谢谢，你们都是卢氏王朝的刑徒移民，曾经也是书院的学生。他们出身贫苦，身世可怜至极，多亏了我出手相救，不然早就死在山里了。哦，那他们可以加入，但是你不行。为何？因为我觉得你不是好人。这日子没法过了。被人当狗遛呢，还看不出来？要不要我帮你？等你当了陈平安的学生再说。陈师傅、陈大哥、陈大人、陈老祖宗，你就收了我这个徒弟吧！你就收了我这个徒弟吧！陈平安，小师叔，今天所讲的是大礼，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老头子，你到底要我怎样让我学陈平安什么？不是说呀！奇怪，明明已经入夏了，怎么还是暮春的样子？今年的春天格外漫长啊！先生，过了野夫关，就算离开大黎国境了。前方的黄庭国属于大隋的藩属国之一，前身便是上古蜀国蛟龙四伏之地。这里边的往事大有文章。先生，我先前没吹牛吧？有我没我，是不是天壤之别？那，看在我家先生的面子上，给我包圆了。先生。如果有假货，我会让你一件件吃进肚子里。是，你放心，你放心。先生，先生慢点。先生，先生。
幼稚！哼！求水神老爷保佑！水神老爷保佑！我问你，哎，先生，一枚金晶铜钱能换多少优秀啊？哎呦，能值那么一大座银山呐！雨露，别浪费了你一身气运，遇庙逢祠就拜一拜，这是与山水结缘的善事。嗯。这里一直流传着一条不成文的规矩。无论是人是鬼，只要能够对出服众的下联，就能成为这老城隍的贵客。那咋样才算服众呢？扪心自问。夜深人静，良知清明，扪心自问，脱口而出。黄庭国的百姓都不拜神仙吗？拜，但拜的不是这一尊。有水神老爷保佑！有水神老爷保佑！风调雨顺，事事顺遂。风调雨顺，事事顺遂。求水神老爷保佑！保佑我家事事顺遂！这不。整个黄庭国北部都需要仰仗寒食江滋水，所以这位寒食江水神几乎成了老天爷一般的存在。无论山上势力还是官府庙堂，都得看他眼色吃饭。当然了，水神老爷还有一位仙家长姐，不常干涉世俗王朝的事；还有一位老爷，早已大隐隐于世了。总之，这一家子心眼一个比一个多。你怎么对人家家世也这么了解啊？弟子圣贤书也读，杂书也看。那会儿是灵运派黄庭国10数座门派的执牛儿者，算得上是水神老爷的左膀右臂了，因此可以在这里横着走。先生这次来的可真巧，刚好可以赶上这场热闹的水神祭祀大典。小女资质愚钝，求先生不要带走她，求求了！娘，我不要去！孩子，别不知好歹！我家大师兄见你闺女资质不错，才破格选上山。这种机缘别人求都求不来，你还敢拒绝？仙人老爷方方慈悲，我家小女不成事，只会碍了各位仙人的眼。我这有些银子，还望仙人笑纳。师兄，这妇人颇有些姿色，我能不能……母女团圆。别跑！无耻！大师也不错，正好凑一对。大师兄！嚯，那人真勇啊！让开，让开！看，我是本郡郡守卫理，何事喧哗？魏大人，这群宵小公然干涉我派祭祀，还出手伤人，望大人秉公处理。你们的护蝶呢？哎呀，原来是大黎王朝龙泉县来的游学文士啊！是他们恶人先告状。没事了。如今大理秣马厉兵，
说不定明天皇庭就会国灭成周，万不可给大黎南下提早送个口实。啊，县长是要去大水府进礼吧？墨染了晦气，此事交于我处理，可好啊？有劳。眼下正值寒食江水神大典，各派仙家汇聚在此，还望诸位小夫子入乡随俗，莫生事端。官府就这样放任不管吗？大黎之外皆如此，要么不敢管，要么当柴为虐。大哥哥，谢谢你，我娘烧菜可好吃了。不必不必。终于吃上山珍海味了，天天喝鱼汤吃腌菜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小叔叔，你别听他的，你烧的饭也很好吃，不比老板娘差。大哥哥，谢谢你，这些是我娘让我送给你的，以后一定还要再来看我们。我们走啦，再见。崔东山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一锭银子不是你先前买那包货的银子？看在我先生的面子上，给我包圆了。哎呀，我分明付过钱了，可银子自己长脚，非要跑回来找我，我也很为难呢。啊，真是好东西啊！我要是有了它，那走遍天下都不难了。这叫重银。许多王朝的大型银库都未曾出现过这么大块头的，而且它水火不侵，哪怕被切成碎块，也能很快复原。想不想要？想，有了这个，我以后天天带着陈平安他们吃香的喝辣的。还是算了，吃饭付钱，不能赖账。人家好心好意送你东西，你先收下来再说。至于如何使用，以后再按照规矩来。啊，太好了！嘿嘿，哎，开国元老，你收了我这么大好处，能不能想点法子，让陈平安收我为徒啊？你想屁事！反正现在他是我的了。唉，真是常年好打鹰，给鹰啄了眼。崔东山，你说的那间客栈，真的在这里头？这座秋卢客栈，因为是城隍阁的原址，里头有一口灵泉，所以被一座仙家宗门看重修建而成。入住其中，对修行大有裨益，算得上是顶级奢华的客栈了。如今林守义已经踏上了修行之路，入住其中，一定好处颇多。那很贵吧？一晚也就2000两银子吧。2000两？崔东山，我能不能向你借点银子？利息你来定，将来回到龙泉县，我连本带利还给你。陈平安呐，哪怕你背着一座金山银山，还不是给别人做嫁衣？至于如此殷勤吗？不行就算了。啊！哎呀，师傅向弟子要钱，天经地义啊！说什么还利息，还本钱就行了啊！
奴家刘佳慧是这间客栈的老板娘。我们秋庐客栈有3大招牌，其一是你们刚刚路过的行云流水巷，其二则是明月影壁，里面的精卫能够随着月相变化形态，其三自然是灵气充足的老水井。这座青鹿院是秋庐客栈的天字号院落，仙师可以在那座止步亭里吐纳灵气，生长的仙果也可以随意采摘。但是老水井那边不对外开放，希望你们谅解。啊，当真是神仙住的地方啊！爹娘和姐姐就没有这个福气了。哎，我的重银呢？蔡宗山，陈平安，你是不是失心疯了？整整2000两银子，就为了在这里住上一晚？你陈平安是郡守老爷的儿子，还是了不起的皇亲国戚啊！哎呀，好心当成驴肝肺的滋味儿，不好受吧？啊？你说林守一会不会把你的私人腰包当成共有财产啊？对财务早有概念的他，在一番利弊权衡之后，觉得自己亏了，才朝你发火。怎么，缺斗士跟搅屎棍儿？那你可曾想过，万一你的好心反而连累了别人，你也没关系。比如我用重银买下那一堆破烂儿，看似他财货两空，实则那摊主是一个孤注一掷的赌棍。我若是给了他真金白银，他定会赌到家破人亡。崔东山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我知道你一直在跟我下套，但我想不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哎，好处嘛，曾经有一个比你稍大的少年，藏着一枚刻着“天下迎春”的印章。陈平安，收我为徒的话，好处可忒。你铁了心不收拾吧？那我这个搅屎棍就搅到底。原来印章中的蕴含之物已经重归天地了，难怪今年的暮春如此漫长。陈平安，虽然你我的命数被捆绑在了一起，但事公算计还是人心赤纯，我非要争一争这大道。长路漫漫，博弈徐徐，就看谁笑到最后吧。嘿嘿，啊，好哎！娘，要下雨了。来，那你可曾想过，万一你的好心反而连累了别人，你也没关系。哎，陈平安，你干嘛去啊？林守一没啥坏心思，你别一拳打死他了！你到底去哪儿嘛？凌云派真的是越来越过分了，仗着他们祖师爷和水神有发迹之恩，就变本加厉，为所欲为。当真以为本官不敢治他们的罪？我的郡守大人，能不能坐下说话？你再这么晃荡下去，奴家就要眼花了。佳慧，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来，我为这些山上势力擦过多少回屁股？可我黄庭终究国小羸弱，经国君敕封的山水正神屈指可数。因此，我即便知道那些山水正神与朝廷貌合神离，也不得不竭力讨好他们。今天街上的事我都听说了，实在不行，大不了我搬出师门势力，跟凌云派这条地头蛇掰掰手腕。幼稚！以后呢，遭殃的还是老百姓。衣食无忧，太平度日，对老百姓而言何其难也！旱涝蝗灾，哪一次不是饿殍遍野？我求水神老爷，希望他尽可能将气运多截留下在自己的郡内。而这些年来，他们犯下的那些腥臭恶事，我只能拆东墙补西墙，尽力安抚。那些年来大大小小的灾厄，是天灾还是人祸？
如果你这个郡守官身是在大理王朝，不得胡说。若真是被大理蛮夷一统北方，必是我保平州北方斯文正脉的断绝之日。你要真是铁骨铮铮，你怎么不干脆直接剿了大水府，再上书朝廷，另行册封水神？大人，我知道这些年来你受的委屈，但不这么做，水神又如何能帮你坐上那刺史的位置？身在局中，公欲几分，私欲几何，难平。我没有骗你吧，我的水神大人？那伙人身上散发出的龙气，浓郁至极，堪称绝世美味，连我都忍不住想要吃掉他们。姐姐，你们紫阳府的消息当真可靠？我告诉你，那伙人中一身龙气的家伙，正是覆灭的卢氏王朝太子。姐姐，那怎么你就不想破开金丹境的瓶颈，甚至突破至元婴境？难不成真要活在父亲的阴影中百年千年？你是不是害怕父亲哪天饿了，就拿咱们填补肚子？想想咱们其余7、8个兄弟姐妹是怎么死的，就不怕我帮你收尸的时候东捡一块西拾一块？我劝你远远秀秀得了，别动歪心思。我又不傻，如今这座天下，儒教圣人订立的规矩越来越繁琐，你我这些蛟龙都要把头压着才对。权衡利弊，谋定而后动的道理我懂，不过我手中的那把刀就不一定了。生意上门了，怎么不欢迎啊？要干什么？接下来就轮到那伙土鳖了。水神老爷说，今晚就要让他们感受一下大水府的家规。嗨，你说，在咱这黄庭国，神法人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姐姐，不兴风作浪，枉为蛟龙。更何况在黄庭国，从来就没有什么天理国法人情，只有一条800里寒湿江途经8郡3州。大哥哥，谢谢你，这些是我娘让我送给你的。大哥哥，以后一定还要再来看我。哎，我猜猜，你应该以为我这般高手不会走那街头对弈的卑鄙路子，才输的吧？但是从来没有规定身份应该跟所作所为相等，不是吗？这个不讲道理的道理，你应该懂的。他也一样。没想到，外面这世道，做了神仙就不当人的畜生太多了。水神大典在即，郡里的事就有劳魏郡守费谦了。启禀大人，玉三殿一案，属下定会严查，还百姓一个公道。不用查了，凶手在此。可大人，他们并不在场。
魏郡守，当年你以一篇治水惊艳朝野，被皇帝钦点为状元，可为官多年却始终不得重用，你知道原因为何？官场之上，慎清流，善循吏，这点魏大人你非常懂，并且也这么做了。而水神大典你操持了半年，不必因小失大，既败了心境，又坏了前程。他们的结局已定，你静观其变即可，反正死无对证。最后你我都能交差，两相宜不好吗？今夜我要去水神府替刺史大人赴宴，回来时我希望案子已办妥。是。小师叔，怎么了？宝平，小师叔想借你那把降服刀看看。小师叔是想练刀了？你觉得陈平安要去做什么？谁知道？少管闲事。陈平安，白天的事，尹守一，那枚风雪庙的太平无事牌在身上吗？让燕神前辈看护好大家，尤其小心崔东山，一步也不要离开客栈。出什么事了吗？莫非是白天那伙人？这件事我必须亲自去做，等我回来。小心。阴神前辈，如果陈平安有危险，可有术法能及时护他周全？林守一，道个歉，就这么难吗？秋庐客栈，全都安排妥了，只欠东风了。大师兄，可是师祖那里……老子在灵运派苦修至今，还是下武境，幸得水神老爷看中，才大道有望。哼，师祖规矩，狗屁！就是，跟着大师兄有饭吃。今晚要办大事儿，你可要把我这帮兄弟伺候好了。大仙说的是。我这做法就上手脚跟吹哟，那你可厉害了。三招好办法，小毛子功夫。还想着今晚怎么收拾你们，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。玉簪殿的那对母女，是你们杀的。才自己只蝼蚁的小事儿，你不提，我都忘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可以无所谓别人的性命？给我上！为什么盯上我们？小子！
实话告诉你吧，那个白衣少年身边的石头身份不简单，他身上有帝王之家的龙气，只要能把他献给水神老爷，日后我掌管凌云派指日可待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给我去死！就算你这把刀再厉害，这小子也得死了！啊，怎么会？剑仙饶命！此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今后我不会再找你麻烦了。玉簪殿一事，我确实做的不对，我向你道歉。但那几个贱民死了就死了，为这点小事得罪凌云派，可实属不智啊！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要死了？你可要想清楚了，杀了我，凌云派可不会与你善罢甘休，水神老爷也不会坐视不管。你不在乎你的性命，难道你不想想你客栈那几个小鬼吗？杀了我，你们也全都得死！我答应你，只要你放了我，所有事咱们一笔勾销。从此黄庭国，我保你们畅行无阻。纵虎归山吗？杀了他！杀了我！凌云派将与你们不死不休！你和那几个小鬼，一个都别想活！不杀他，只会有更多人陪葬。你必须死！是谁干的？魏大人，要不要将这凶犯缉拿？没有什么凶犯，我只看到凌云派内部分赃不均，同室操戈。今晚就当是为那些蒙冤百姓还些公道了。黄庭国这滩烂泥，你其实不必搅进来的。别怪我多管闲事，我擅自出手是不想你牵扯太深，没必要卷入这场因果算计里。我觉得，今天如果不做些什么，这口气就会一直堵在心里。可是我能做的还是太少了。如果保平他们以后也陷入危机，我会对不起阿良，也对不起齐先生的嘱托。陈平安，我并不怕死，我只是……陈平安，你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。先前你问我，为何初次露面时，第一眼看的是你，然后才是李怀。我现在可以回答你了，小平安，我是顾灿的父亲。顾叔叔，小平安，我死得早，可其实也不算真死。成了鹦鹉也是好事，终归有个盼头，盼着有一天受持得风，一家三口能有一个团圆的机会。
顾叔叔，没事的。我从小就听我爹说，顾叔叔是我们附近几条巷子最配得上婶婶的男人，是能够写一首漂亮春联的人，一点都不像个庄稼汉子，更像个读书人。你们一家3口一定能够团团圆圆。小平安，其实我一直都看着你们。谢谢你这么多年帮我照顾小顾灿，还将那条泥鳅送给了他。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愿意把这条命交给你，但是我做不到。顾叔叔，我相信后世子孙沉浮几何，都是他们自求多福的事情。善恶有报，信则有之。陈平安，我这次护送本是以野夫关为终点的，私自护送到这里已是极限。最后，我要跟你道个别。顾叔叔，你要去哪里？代替楚夫人镇守那方山水气韵，是好事。是好事，大好事。或许有一天，我们还能再见面。会的，顾叔叔、婶婶、顾灿，还有我。甄平安，我相信你，总有一天你会走到最高、最远的地方。多管闲事。虽然不知道杨老头跟你做了什么买卖，但我希望国师大人能够跟陈平安他们善始善终。得了吧，与其担心我，还不如多担心一下你身在疏解湖的妻儿，那可比这儿不讲道理。我知道你看好陈平安，但你肯定不清楚，身在大黎京城的那个我，从一开始就注意他了。其实比谁都更早一些，只是这其中涉及大道内幕，不好与你细说。很多人误会，很多人看错，很多人疑惑。不过总之，我和那个我在陈平安身上投注的视线，不比杨老头晚，更不比他少。顾某还有一事想告知先生。哎呀，有屁快放！先生的事功之说，顾某一直很佩服。虽然儒家内部多有非议，可我生前便坚信，不如让学问汇集当下，泽被苍生。哎呦，想不到你还支持我的学问。顾某这一拜，不拜什么大黎国师，只愿先生的学问不做那束之高阁的道德文章。哎呀，走就走，还说些怪话。要是知道我后面的诸多谋划，你怕是恨不得要杀了我。这场戏好不好看？不过是场小小的温馨局罢了，先生。你千万别真的跟我计较啊！娘，别怕，以后没人敢欺负你了。陈平安，我就说嘛，小镇里和小镇外，除了你都是坏人，你还不信？陈平安，我想你了。灿灿，以后跟小泥鳅说话别那么凶。放心，小泥鳅跟我心意相通，我对她好，她晓得。
哎呀，胆儿真肥啊！就为了不让那散财童子的钱白花，我要把自己活撑死。炼气是吸纳隐藏于天地之间的灵气，不是多多益善吗？哼，按照你这个说法，那些立教称祖的家伙早就把几座天下的灵气全都吞了，哪还有其他炼气师的机会？修行当然是要循序渐进嘛。你知道陈平安去哪儿了吗？还能去哪？自然是和人讲道理去了。我救了你一命，你借我一张符箓如何？哎，放心，只要一张较为不错的金粉符箓即可。可以。但是你借符箓干嘛？赴宴呢。林守义，阿良是你修道登山的领路人，要好好珍惜这份机遇。但是更要珍惜陈平安这样的傻子。如果你不珍惜，我会如何？会宰了你的。碧水。本郡这么多年来风调雨顺，百姓安居乐业，都得益于水神老爷的庇佑，还有灵运派的大力支持。能为朝廷和水神老爷效力，是灵运派应该做的。整个黄庭国北部都需要仰仗寒食江的滋润。说水神老爷是黄庭国半个老天爷都不为过。是啊，我看你们魏郡守也别天天拿自己当个什么父母官了，死心塌地的服侍我们老爷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别说他了，就算黄庭国皇帝来了，那也得礼让三分。停，不得无礼。你们这马屁风吹的，都快赶上那拍魂风和吹魂风。不过既是一方水神，自然要爱民如子。我听说有人在本郡行凶作案，现在都未能伏法。水神老爷放心，那伙人有山上背景，灵运派已经仗义出手，我们官府衙门这边会多多配合，绝不添乱。黄庭国能有你这样的官员，真是百姓的福分呐！来，喝酒。人不人，鬼不鬼，神不神，奇怪奇怪，真奇怪。什么人？我竟毫无察觉。哼，一个武境修士。咋的？砸场子？大摇大摆不请自来，真是老寿星吃砒霜，活腻歪了。来者是客，这杯中酒为我寒食江大水府独有的金玉液，修士喝一杯，抵得上洞天福地苦修一旬。你要不要尝尝看？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去死！味道还行。
水法不侵，有点意思。难怪敢来捣乱。我猜此人身上藏有道家上品的避水符箓，寻常水法道术很难打破这张符箓的天然禁制。该不会是觉得有这张符箓傍身，这小娃娃就能够在我大水府邸横行无忌了吧？是我丢人现眼了，老爷稍等片刻，我一人足矣。哎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，先别急，等我把话说完。为人，则当顶天立地大丈夫；当神，哪怕神道已崩，也要责备苍生。做鬼，天地不要我生，我偏偏要在罡风春雷之中正长生。是什么让你这个下五境的废物敢跑来这儿讲道理？是人？是义？还是那张破符箓啊？是你大爷的规矩！老头子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别不给面子啊！我今天来这里，是要教你们做人，还要顺便教你们做神做鬼的。对了，还有，哦。哎呀，梁大哥，这话你说还行，我是真不行啊！道理讲够了，讲点道行如何？不可能！这是11境还是12境？实不相瞒，在我眼中，在座诸位都是蝼蚁。实不相瞒，在我眼中，在座诸位都是蝼蚁。不可能！这是11境还是12境？不可能！信不信呢？各位蝼蚁，障眼法是圣人气象，此人多半是有靠山倚仗，还是先探清来由再说。既然来者是客，本神且不追究你的傲慢无礼。敢问有何指教啊？哎，指教不敢当，万万谈不上指教啊！哎，我是说，如果接下来你乖乖听话，就饶你一条命。忍不了！便是老爷你事后重罚，属下也要把这小子的脑袋打开花，再把他脑浆收集起来。玉液琼浆这个说法才算齐全。请，不得对客人无礼，速速退下。以老爷的性子，断然不会故意说这些虚头巴脑的话。老爷，莫要再菩萨心肠了，就让属下来告诉这小子，如何做咱们大水府的座上宾。不信吗？啊！致敬！积水成渊，搅土生烟。我的手段可不是什么障眼法。不可能！难道是真的？真是圣人气象！我说，这位蝼蚁，信还是不信？到底是何方神圣？不管了，就算是天王老子驾到，我也绝无引颈就戮的道理。水神老爷脾气真不小啊！怎么可能？赤水复行，散。
你已经出手一次了，该我了吧？不知道你神魂能撑得住多久啊！区障眼法，我有何惧？不信吗？蛟龙生烟，蛟龙生烟，蛟龙生烟，生烟！这位蝼蚁，信还是不信呢？等下，我信，我信！水神老爷，你这神魂还不如一个泥腿子少年呢！积土成山，风雨兴焉。都是真的，真的是圣人之境，信还不管管？忤逆命令，冒犯贵客，死不足惜。老爷，叫你动手，让你退下，为什么不听？老爷，你怎么会？请别怪我。小小池塘爬虫，也敢三番两次试探大爷我？你之前试探2次，我就2脚将你寒食江剁成3截，看你以后怎么统御大小江河16条。这位水神老爷终于老实了，你方才的骨气呢？这位真仙，就不能放我一马吗？仙师再来一脚，我便于死无益了呀！你若听劝，我又何须费这般力气，对吧，水神老爷？公告！不见真仙。那条鱼精说了什么？报告真仙，他说了，应该是，他说真仙风度翩翩，出口成章，定是儒家圣贤，绝对不会滥杀无辜。真以为我听不懂啊？宰了！好嘛，老爷，你们真仙恕罪，可否？我数3声。3。真仙，一妥。你认不认得我？我是黄庭国派来的御史。参见御史大人。认得，刚才是在下有眼无珠，还望御史大人恕罪。不会吧？这都认得出来？那眼珠子得挖了吧？御史大人为何？灵运派这些年跟大水府混的是越发壮大，该不会是要反吧？御史大人，此事绝无可能。我等自立派以来便立誓，只效忠黄庭国洪氏一脉，绝无二心。好，我真的特别欣赏你们这些忠义之士，所以你们都去死吧！御史大人，你怎么？真仙，灵运派与我大水府有100年交情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可否饶过他们？怎么？自断一臂觉得疼了？真仙，你不会也以为我是黄庭国的人吧？我告诉你，灵运派盯上的那伙学子，连大黎皇帝都不敢惹，得罪哪一边你都死无葬身之地。而黄庭国跟他们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将来大黎兵马南下，他们难逃覆灭之灾。就这，你还惦记他们那点香火情？那就劳烦真仙
日后把我大水府无恙了！官司不辞，罪犯两面三刀的废物了，所以杀！就这罢了，又不是我杀的，管我有用吗？真仙，依托。一个来历不明的散修，一个伏龙观掌门真人的闭门弟子，勉强有那么点分量。我先请好，给你们个机会，杀了那些畜生，就能活。只求仙师开恩，小人做牛做马都愿意的。哎呀，你去问问那位老刺史，想不想继续继任？只不过是从黄庭国换做我们大黎王朝。如果不答应，麻烦你将他的脑袋送往秋卢客栈，给老板娘刘佳慧，她自然会明白一切。赶紧滚蛋！仙师，事情已妥，那我们大水府的人，这些年天灾不断，横祸频出，多亏了你，黄庭国才会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大水府真是劳苦功高，理应奖赏啊！此乃小臣分内之事，不敢受赏。水神老爷莫要推辞，这样吧，他留着，其余无关人等比蝼蚁还不如，全杀了，让他们黄泉路上好作伴。仙师，怎么还想喝一杯金玉液，再上路？对不住了，各位。老头子，臭秀才，搞不什么东西？你是想让我们烈士散吗？不可能！老子哪怕是魂魄分离，仍是摧残。你有本事打死我！谁说的人性本恶？就是你吗？老子就是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。胆小的，老子怎么还不来？也罢，没点手段也不敢惹到我头上来。我倒要看看你在装什么神，弄什么鬼。真仙，一坨。你真名叫唐江吧？在黄庭国这些年，辛苦辛苦。律波廷丙等此事唐江见过。哎呀，喊什么都没用了。回去后不用画蛇添足，继续蛰伏便是。是，下官告退。不顺几坛金玉液，就当是大黎欠你的。大黎从不欠唐江分毫，如今能看到我大黎蒸蒸日上，国力鼎盛，这滋味好过100坛金玉液。哟，这马屁功夫炉火纯青啊！老子不吃这套，滚！是。还在猜我是谁呢？
哎，你能活这么久，多亏了你有个好爹。以兵家请神手段请出儒家圣人金身法相，境界是假的，手段是真的，难怪让你吓得肝胆欲裂。父亲，你是想看看老子有没有能耐打杀你老子？父亲，这是为何呀？蠢货！你惹了不该惹的人。我姓崔，来自大黎京城。我还真是有眼无珠，以貌取人，原来是大黎国师亲临寒舍。失敬。你们这对姐弟，为了修行大道，搞得黄庭国灾厄四起，当真是百姓棺材添一层，皇帝龙椅加木头啊！混账东西！我们蛟龙之属想要跻身庙堂之列，唯有与一国山水气运互补，才能走将成交。与此对应的，也要承受一国覆灭的天劫暴雨。即便是我，也不敢轻易辅佐人间君王。可你们之中偏偏有些不安分的，总想着窃龙庆、清国运。什么？竟行如此鲁莽之事！你明明……一直教你们谨慎修行，安分守己。你曾想，你们还敢做如此悖逆之事？不用国师动手，老朽自会好好教训这逆子。爹，我知道错了。哟，怎么停手了？是老朽管教无方，还请国师高抬贵手。儒家72书院可是明令禁止，有胆犯禁者，杀无赦。难道老朽这点面子不值得国师网开一面吗？你真以为有资格跟我讲条件啊？你的本体，伏龙观内方砚台上的老兽小蛟。崔禅，方才我以礼相待，我还是欺人太甚，休怪我先礼后兵了。欺人太甚，你这条老爬虫又不是人。我跟你费了那么多口舌，你难道不应该用心揣摩我崔禅的道理吗？怎么会在你手上？天地生赤。你怎么会知道那石刻古文的真相？雷部天君亲手刻就，天地生赤蛟龙之词，赵氏黑水鲤鱼，天宫悲杀牛人，神鬼神术袭击。300年，你竟然打去了我300年的修为！哎，是不是觉得一切都很巧？怎么就被我算计进去了？从我带着那枚叫于洛的棋子进入黄庭国开始，便以他身上的龙气为饵，逢庙便拜，诱得大水府上钩，故意入住秋卢客栈，让你女儿摸清底细。我没有骗你吧？那伙人身上散发出的龙气，浓郁至极，连我都忍不住想要吃掉它。姐姐，不兴风作浪，枉为蛟龙。于是便有了你那对儿女暗中筹谋，经不住诱惑，授意灵运派动手，因此落得个自断左膀右臂的结局，逼你这头老蛟出山来见我。哎呀，要是灵运派真敢动手，驻守野福关的大理铁骑就会以此为由，
一举吞并黄庭国。那时候你韩石江水神这点金身，还有你老爹的那点修为，都不够我塞牙缝的。那国师为何不将计就计，一举南下？之前大黎吞并北部各国，率军屠城挖万人坑的事没少做，那是立威。可接下来就不能这么一味痛快了。黄庭国是第一个拦路石，不能搞成千疮百孔的烂摊子。毕竟整个保平州的王朝邦国都盯着大黎的动作，所以我才决定给你们机会，与我大黎结盟，利用大水府的影响力，让黄庭国自然而然地成为大黎的国土。国师是希望魏郡守那样的忠义朝臣能够越来越少，别驾之流的官员能够占据一国庙堂金钥更多，让黄庭国度众而牧者，习大而强坏。罢了，大事不可挡。大黎有崔国师坐镇，南下必定顺遂。我程水东愿为大黎坐镇一方山水，反哺大黎国运。善。到时候你这条老桥觐见真龙天子的场面，一定很好玩。至于你，放心，我那两脚的折损，等大黎吃下黄庭国，只会补偿你更多。愿为国师大人效死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今晚就有一件事要你代劳。你以为躲在幕后唆使你弟出手，就能坐享其成了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那座紫阳府早就被大黎暗中拉拢。你们建造的丘庐客栈，就是打入黄庭国的暗桩。父亲，女儿知错了。我知道，你觉得一个小小黄庭国池塘太小，承载不了你的野心。但你觉得我在黄庭国这么多年，为何从未露出过真身？自然是父亲大巧若拙，行事谨慎。3000年前斩龙仪，杀得天下蛟龙后裔万千水族，纷纷停滞于元婴境，就此止步不前。至多走江化蛟，绝不敢走毒化龙。所以我很清楚，境界低的时候，反倒过得安逸；境界越高，就越凶险。父亲，不要，我不敢了，我不敢了。你哪天要是销声匿迹了，肯定是蠢死的。你们两个蠢货，害我白白少去300年修为。父亲饶命，女儿再也不敢了，女儿再也不敢了，父亲。你弟奉大黎国师之命，要将黄庭国蛟龙之属一网打尽，所以今夜我断你脊梁骨，算是救你一命。唉，同祸相依，也不全是坏事。知道了那位国师的底线，以后打交道就会容易一些。现在吃些小亏，总好过以后得意忘形，给人宰了都不知缘由。黄庭国嘉禄2年夏，贺茂龙3州，于此时地动不止，贺州最甚，城毁此岛，死者6万余人。嘉禄3年年关，韩石江水灾，本军溺毙近10000人。嘉禄4年，南方茂州山移地动，亡1000人。嘉禄8年中秋夜，衡州千二驳船起火，
万余船民皆作灰烬。看，水神大人显灵了，求水神老爷庇佑！恭送真仙。嘿，我还是觉得你呲牙咧嘴那副德行比较有趣。没事了。崔东山呢？他跟我借了张符箓，打破了客栈的规矩，跳入那口老水井就不见了。陈平安，冲你发火的事，对不起。我只是觉得以后遇见事情可以商量一下的，包括这次。以后会的。就这样。不然呢？我还以为你会卷起袖子打我一顿。好啊，想试试？不，我不想。你觉得崔东山是个什么样的人？看不透。我只知道他下棋尤为厉害，起手时就想到了收盘。自从进入黄庭国，我们就像是被他牵着鼻子走，像是他的棋子。如果你担心崔东山想要图谋什么，我猜很有可能是跟大道相关的，很大、很缥缈的东西。你想要做什么？一晚上这么贵，我要把银子看回来。我有种预感，好像这一路走来，遇到的诸多困难，都是被人安排的。你说过，崔东山不敢对我心怀不轨，但没说他不会害其他人。崔东山以前告诉过我，他姓崔名禅，禅字比较难写。崔东山，你怎么不上来啊？啊？哈哈，我不敢啊。